戈尔季耶夫斯基生于一个克格勃家庭，在外人眼中，这是一个完美的苏联式家庭。父亲是克格勃将军，为国家兢兢业业服务；母亲则是家庭主妇，辛苦操持家务。戈尔季耶夫斯基有一个哥哥和妹妹，一家人生活在一起，表面的和谐下却暗藏着无数的裂缝。母亲奥列格对苏联的高压体制感到愤怒。外婆则是一个东正教徒，偷偷给孩子们进行了受洗，这在共产意识绝对主导的无神论苏联是不可想象的。父亲外表似乎很强硬，但是当孩子们慢慢长大的时候，发现他是一个胆小懦弱的人，从来不敢发表自己的看法。戈尔季耶夫斯基就是在这种撕裂中渐渐长大，直到19岁时得到哥哥的推荐，他加入了克格勃，和很多年轻人一样。加入这样一个神秘组织是让人感到兴奋的。1961年8月12日，戈尔季耶夫斯基被派往东柏林进行为期6个月的工作实习。他亲眼目睹了柏林墙的建立，心中不免疑惑：既然苏联的制度如此优越，为什么有这么多东德人会争先恐后的想要逃走呢？他没有得到答案，继续履行克格勃交给他的任务。实习结束，回到莫斯科后，戈尔季耶夫斯基在一处名为101的学校进行了为期1年的特工训练，并在那里结识了他的第一任妻子叶莲娜。稳定的婚姻关系是克格勃所看重的。他终于等到机会可以出国了，调令很快到来，他们得到了去丹麦工作的机会。初到丹麦的戈尔季耶夫斯基被西方丰富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深深震撼了。在这里的人们热情友好，脸上洋溢着笑容，对陌生人也时常会报以微笑。相比与苏联教条主义下的文化沙漠，这里的人能感受到更多活泼、激动人心的音乐和艺术。戈尔季耶夫斯基想，禁止普通苏联公民出国的政策是很有道理的，因为除了信仰坚定的克格勃情报员外，谁还能在品尝了如此之多的自由后不流连忘返呢？就跟韩国抓到的朝鲜间谍金贤基一样，当这位年轻的女间谍走在繁华的汉城街道时，无不被震撼了，幡然醒悟自己原来一直生活在谎言和欺骗之中。即使戈尔季耶夫斯基受过严格的意识形态教育，当他在阅读过越来越多书之后，他逐渐意识到，在苏联的一切都是政治宣传。他待在丹麦的时间越长，向往自由的心就越发不可收拾。在丹麦，人们往往非常真诚，当你看着他们的眼睛，不要说欺骗，更别提如何开口劝说他们背叛祖国，提供情报了。所以，戈尔基耶夫斯基所在丹麦的整个克格勃情报站效率十分低下，无法找到有价值的情报。然而，他们持续捏造各种重大发现以获得补贴。戈尔基耶夫斯基很快被英国人注意到了，军情六处对这个年轻的克格勃军官很感兴趣，决定发展他。我知道人们会忘记你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但永远不会忘记你带给他们的感觉。基于对布拉格之春的无情镇压和匈牙利革命的失败，戈尔基耶夫斯基对自由的渴望被苏联铁拳无情摧毁，他感到失望和愤怒。军情六处最后派出了他的大学同学，成功策反了戈尔基耶夫斯基，此后开始源源不断地提供情报给英国。他在写给军情六处负责人的一封信中解释了投诚的原因：我的决定并非源于自己性格上的不负责任或不成熟，在这之前我经历了长期的思想斗争，感情上非常痛苦，对自己国家现状的深重失望和我的自身经历都让我相信，民主以及由此带来的对人性的宽容，是我祖国未来应走的唯一道路。而我的祖国无论如何都是一个欧洲国家。当今的苏联政府与民主水火不容，西方人对此无法真正理解。如果一个人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就必须鼓起信仰的勇气，自己亲手去阻止奴役进一步侵蚀自由的领地。一晃3年过去了，到了戈尔基耶夫斯基回国的日子，军情六处决定放长线钓大鱼。在戈尔基耶夫斯基回到莫斯科的日子里，双方不再联系，等待时机。回到莫斯科的戈尔基耶夫斯基被周围压抑、
冷酷、充满猜忌的氛围压得喘不过气，这和在丹麦丰富愉快的生活形成了强烈的落差。戈尔基耶夫斯基指认的苏联间谍一个接一个落网，这让西方阵营更加安全了，却令他自己身处险境。为了尽快获得再次出国工作的机会，也为了和军情六处再次取得联系，他开始自学英语。期间，他和第一任妻子离婚了，并很快和在丹麦认识的女孩莱拉结婚。他的父亲是一个克格勃将军，在克格勃眼中，婚姻的稳定至关重要，这也是他离开莫斯科和升职加薪的前提条件。1981年夏天，戈尔基耶夫斯基通过了最终测试。克格勃第一总局第3处在苏联驻英使馆有一个参赞岗位无人填补，戈尔基耶夫斯基一番运作得到这个机会。在离开莫斯科前，他高效地研读了克格勃总部的档案材料。他惊讶地发现，英国的工党领袖迈克尔·富特竟是克格勃发展的一名特工。4个月时间里，他已经在脑中记下了克格勃驻英国所有特工的名字。1982年，戈尔基耶夫斯基一家来到伦敦安顿下后，戈尔基耶夫斯基与军情六处重新建立了联系。他把在克格勃档案馆看到的一切告诉了军情六处。这个过程持续了3个月。然而，作为一个双面间谍，戈尔基耶夫斯基在克格勃的工作进度却一落千丈，上司对他感到不满，始终无法找到有价值的联系人，更别提发展特工了。军情六处决定帮他一把，他们为戈尔基耶夫斯基提供了大量繁杂的低级情报。克格勃伦敦站的站长对戈尔基耶夫斯基的态度变得友善起来，并向中心进行了嘉奖。然而，军情六处希望得到的远不止这些，他们希望戈尔基耶夫斯基能坐上克格勃伦敦站站长的宝座，进而得到最高等级的情报。军情六处在短时间内连续驱逐了2位伦敦站站长，为戈尔基耶夫斯基的上位扫清了障碍。作为英国的盟友，戈尔基耶夫斯基的情报同样被分享给了美国。里根总统也读过他的简报，在报告中，他指出，星球大战计划最终会在经济上彻底摧毁苏联体制，而不一定用军事演习来达到目的，让世界处于核战争危险的边缘。美国人知道，一直有一个英国策反的克格勃高级特工持续为西方提供情报，却始终不知道他的名字。中情局非常好奇，想要弄清楚这个特工的身份。他们的执拗几乎害死了戈尔基耶夫斯基，因为在中情局内部同样有克格勃的特工，一个名叫埃姆斯的人。和戈尔基耶夫斯基不同的是，他是主动为克格勃工作的，因为钱。埃姆斯给出一份厚厚的名单中，戈尔基耶夫斯基的名字赫然在列。名单被传回了克格勃中心。戈尔基耶夫斯基在伦敦情报站站长的位子上屁股还没坐热，便收到了莫斯科的电报，要求他立刻回莫斯科接受正式任命。戈尔基耶夫斯基顿感大事不好，但又说不出原因。他马上找到军情六处负责人商谈，负责人建议他立刻叛逃，回莫斯科是一个圈套。戈尔基耶夫斯基经过深思熟虑，决定还是回莫斯科。他不想这么多年的努力在这最后关头灰飞烟灭。如果坐稳站长位子，此后可以有源源不断的最高等级情报输出给军情六处。军情六处也是这么想的。这是一场豪赌，最终贪婪战胜了恐惧。1985年，戈尔基耶夫斯基回到莫斯科，一下飞机就感受到空气中不同寻常的味道。他努力地想保持镇定，回到公寓楼。根据多年特工的经验，他发现房间已经被入侵了。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他被组织怀疑了。房间里此时布满了窃听装置和摄像头，自己的一举一动被克格勃完全掌握了。很快，他受到了克格勃高层的药物审讯。他们在白兰地中混入了吐真剂，希望以此套出戈尔基耶夫斯基叛国行为的确实口供。但在早上，他吃了一片军情六处给他准备的咖啡因药片，以此缓解自己的强烈焦虑。阴差阳错间抵消了一部分吐真剂的药效，戈尔基耶夫斯基挺住了。秘诀只有4个字：绝不承认。这次离死亡只差一步之遥，克格勃一无所获。但克格勃并不打算放过他。回家后，戈尔基耶夫斯基心中几近崩溃。身为克格勃特工多年的他，清楚知道背叛组织是什么下场。
死亡的阴霾时刻笼罩着自己。戈尔基耶夫斯基早在丹麦时期，军情六处就为他量身打造了一个逃跑计划——皮姆利科，如今终于要派上用处了。此刻他必须联络英国人。但是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外出，他的一举一动都遭到克格勃同事的监视。戈尔基耶夫斯基凭借多年的经验，摆脱了这些菜鸟同事，和英国人接上了头。他被计划装在一辆英国使馆牌照的后车厢中，偷出俄罗斯到芬兰。一旦到达芬兰，就会有军情六处的人接应。戈尔基耶夫斯基曾计划带着老婆孩子一起逃跑，但是事后证明一个人逃跑是正确的。他曾试探性地询问妻子是否想要全家一起逃跑，他的妻子拒绝了。如果当时他执意带上老婆孩子的话，便极有可能失败。按照计划，戈尔基耶夫斯基会躲在一块巨石后面，等待英国使馆的车出现。但让人没想到的是，英国使馆的车辆一路上都被克格勃明目张胆地跟踪，在到达目标地点之前必须摆脱盯梢。他们假装发现了跟踪的克格勃车辆，车速慢了下来，克格勃也慢了下来，又立刻加速。这是一种挑衅行为，目的是告诉跟踪者：我知道你在跟踪我，你已经被发现了，别装了。克格勃不再跟紧，英国使馆车辆加速把克格勃甩在了身后。军情六处特工们必须争取接戈尔基耶夫斯基上车的时间。在那块巨石的背后是视野的盲区，他们假装露营野餐，不至于让停车显得太突兀。接戈尔基耶夫斯基上车总共花了80秒。从列宁格勒到达维堡的边境关卡时，他们只剩最后一个考验——阿尔萨斯犬。这些智商高超、嗅觉灵敏的狗靠近后车厢时，军情六处特工急中生智，扔出几片洋葱芝士味的英国薯片，立刻被狗吃掉了。阿尔萨斯犬被领犬员急忙拉走，不过另外一只阿尔萨斯犬靠了上来，不停地嗅探，眼看就要露馅。特工的女儿此时正好尿尿，她把带着尿骚味的尿布扔到了阿尔萨斯犬旁边，嗅探犬悻悻地溜走了。众人如释重负。此时到达了芬兰境内，但是无法高兴太早。芬兰和苏联之间有引渡条约，并不完全安全，他们必须尽快离开。日夜兼程，到达挪威奥斯陆后搭上飞机，计划最后成功了。戈尔基耶夫斯基成功到达伦敦。戈尔基耶夫斯基的成功叛逃，让克格勃颜面扫地，许多负责监视他的特勤人员都受到了处分，其中就包括弗拉基米尔·普京。现在，克格勃对戈尔基耶夫斯基唯一能做的惩罚，就是让他的妻子女儿留在莫斯科，永远不再相见。1991年，事情在苏联即将解体时迎来转机。英国通过外交手段，成功把戈尔基耶夫斯基的家人接到了伦敦，一家人团聚。然而好景不长，妻子莱拉一直抱怨戈尔基耶夫斯基在欺骗她，把他们抛弃在莫斯科，独自承受克格勃的压力。他们之间已经没有了以往的亲密，于1993年彻底分手，两个女儿也改了姓。无数间谍的可悲下场一再证实，从事间谍活动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戈尔基耶夫斯基忠于了自己的信仰，却背叛了家人和国家。也许他是一个真正自私的人，也是一个真正纯粹的人，摆脱了世俗的桎梏。至今，他在军情六处的保护下，仍然生活在英国。